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歡迎 K 入我呢段影片，又嚟到短線旅行團系列。今次就會去到順德江門玩2日。今次行程就有啲特別啦，就唔係朝頭早出發，而係中午先出發，避開咗朝頭早最多人過關又逼嘅時間。等我先講講集合時間。福田口岸集合時間呢就會係中午12點，而深圳灣口岸集合時間就係中午12.9。呢個團嘅行程都比較簡單，首先會到順德嘅逢簡水鄉遊覽，夜晚晚餐呢就會食黃媽媽金牌私房菜。食完晚飯之後就會入住酒店㗎啦。酒店位於江門嘅中交維也納國際酒店。第二日早餐就會係酒店自助餐，離開酒店之後就會去到龜峰山嘅玉湖桃花島行一行。午餐就會有江門古法創意陳皮宴，最後到新寶堂食埋個綠豆沙糖水就會返關口解散㗎啦。講完行程，係時候都講講價錢。呢個團平日出發，成人每位79蚊，星期六出發就99蚊，另加每人每日導遊費80蚊，2日即係160蚊。講到呢度都係時候上車出發，而家嘅時間大約1點15分，要搭大約1個鐘頭45分鐘車先會到順德嘅逢簡水鄉。今次到順德就唔係經深中通道，而係經南沙大橋。繼續行程之前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個頻道。話咁快就嚟到逢簡水鄉，跟住導遊行入去，沿途已經見到有人喺度賣緊農產品，例如薑啊、皇帝蕉、大頭菜等等。據導遊所講，沿路咧會經過一間財神廟，就係呢一間啦，大家可以入去參拜一下。過咗條橋之後，就真正嚟到逢簡水鄉。河嘅兩邊有唔同嘅鋪頭同埋小攤檔，都真係幾多嘢睇同埋買啊！有陳皮花生，有各式各樣嘅涼果，例如甘草檸檬片、薑糖、話梅等等。店員都好歡迎大家試食。有嘢食賣，當然有嘢飲賣。呢檔就有賣冰鎮酸梅湯、茅根雪梨馬蹄水、甘蔗冰。蔗汁仲要係即榨嘅，睇呢部機就知啦。而呢檔就有牛耳、雞仔餅、杏仁餅等等傳統食品。睇下，好多鋪頭所賣嘅嘢都幾相似。喺逢簡水鄉會逗留2小時嘅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係有足夠時間格下價，睇下邊間好食先買啦。順德就有3種出名嘅食物，分別係魚餅、均安蒸豬同埋大家熟悉嘅雙皮奶，所以嚟得順德一定要試一試。沿途都有大大小小嘅甜品鋪，但最終我就揀咗導遊介紹呢一間比較大嘅甜品鋪，叫做水鄉老字號雙皮奶薑汁撞奶。未入鋪頭就見到左手邊有塊好大嘅招牌，可以見到有好多嘢食，樣樣都好似好吸引咁樣。不過要食晒就冇可能噶啦，唯有揀1-2樣試試。入去揾個位坐低就拎個餐牌睇睇，甜品有熱有凍，熱嘅就有雙皮奶同埋薑汁撞奶，凍嘅就有原味椰子凍、涼粉等等。價錢方面大部分10蚊至16蚊啊。除咗甜品之外，仲有唔少熟食，例如雞翼、薯條，估唔到連牛雜都有啊。當然唔少得另外2款順德美食，就係均安蒸豬同埋魚餅。我朋友就嗌咗個芒果涼粉，我就當然嗌個薑汁撞奶試試。店員首先咧會送上1碗薑汁過嚟嘅，過咗一陣之後就會拎個水煲出嚟，將奶倒入碗裏邊，咁就成為薑汁撞奶。等1分鐘凝固好就食得噶啦。等我放隻匙羹上去試試先，搞掂食得，食落夠滑夠薑味，而且都大碗，13蚊碗啫喎，唔錯。另外就嗌咗碟尖椒，尖椒裏面釀咗魚肉彈牙，冇咩骨，煎得都幾香口嘅。而尖椒基本上去晒啲辣椒籽噶啦，所以食落只有少少辣，豉油唔太鹹，食到原有嘅味道。食飽就出去行下，一路欣賞下周圍嘅風景，一路感受當地嘅文化。之前導遊喺車上都有介紹俾大家可以自費坐船，沿住條河遊覽逢簡水鄉。遊覽船嘅價錢就有分大船同埋小船，小船最多呢就可以坐5個人，費用150蚊人民幣。大船最多就坐10個人，費用就要250蚊啦。全程大約35分鐘，如果想體驗一下呢，係夠時間嘅。喺咁靚嘅水鄉環境，等我都講下逢簡水鄉背景歷史。據網上所講，逢簡係順德
保存最完整嘅水鄉之一，以古橋、祠堂、水道同埋嶺南文化著稱，素有嶺南周莊之譽。但點解呢度叫逢簡水鄉？其中一個說法就係逢簡嘅居民呢，好多都係移民嚟嘅，而大多數嘅移民都係姓馮或者姓簡，因此以兩大姓氏稱呼呢個水鄉。睇到係文物保護單位就知道呢條橋有相當歷史啦。橋就喺宋代興建，係順德現存石拱橋最長嘅一座。其實逢簡水鄉仲有好多地方值得參觀遊覽，但時間所限啦，只可以行到一部分。例如呢一座宋參政理公祠裏邊就係一個逢簡村嘅歷史資料館，除此之外仲可以欣賞到舊嘅建築。而行遠少少就會見到一個進士牌坊，呢一座進士牌坊係明朝皇上特意御賜俾逢簡嘅一名進士。可惜原本嗰座呢，上世紀已經毀壞咗啦，呢一座係原貌重建，但都值得大家嚟參觀影相嘅。行完逢簡水鄉就係食晚飯，今晚晚餐就係食好出名嘅黃媽媽金牌私房菜。其實兩者都好近啊，上車到落車都係10分鐘車程左右啦。不過要食飯就要先入村，大約4至5分鐘路程。相信曾經嚟過食黃媽媽金牌私房菜，對於行入嚟呢條路呢都唔會陌生啦。我就係第一次嚟，第一眼望到間屋啊，真係好大。對於我嚟講，除咗有好嘢食之外，仲可以見識一下。而家就係5點4個字左右，我哋比原定5點半早咗少少到，廚房仲準備當中，咁就食下台面2碟小食同埋飲下梅酒，每台都有一壺嘅。聽導遊講呢壺梅酒係自家製，團友飲過都話唔錯，我都試咗少少，都幾好飲。首先出場嘅就係招牌菜天麻魚頭湯，店員會幫手分好一碗碗俾大家。每碗都有半邊嘅魚頭，湯飲落唔腥，飲落都比較濃，少少結身，有鮮甜味。魚頭好食好滑，果然係招牌菜啊！接住落嚟就有八寶釀鯪魚，賣相唔錯，食落冇骨彈牙。呢味家傳私房雞，雞肉嫩滑唔韌，醬汁好味。紫菜下柳卷外皮都好脆，食落都唔錯。另外仲有上湯魚肉餃。竹筒飯，竹筒飯中間係糯米，兩邊就釀咗豬肉，都幾特別。家鄉釀雙蔬就有釀青椒同埋釀蓮藕，蓮藕非常之好食，夠粉夠新鮮。最驚喜就係有乳鴿食啊，外脆內嫩有肉汁，菜心都好嫩同埋清甜。呢一餐嘅蔬菜咧都非常之新鮮，所講都包括埋呢一碟瑤柱節瓜。最後蜜汁叉燒包就正正常常。食飽就搭車返酒店休息啦。今晚入住嘅酒店叫做中嘉維也納酒店。酒店大堂都好大，雖然就唔係新酒店，但望落都唔錯。攞完房卡就上房睇睇。等我做個簡單嘅 room tour。一入門口右手邊呢度門入去就係浴室同埋廁所，望落空間感都可以，裝修 OK， 乾淨。去返洗手盆嗰邊，左手邊牆身就掛咗風筒，而右手邊台面就有基本嘅用品，例如牙膏、牙刷、梳同埋浴帽。沖涼位就係企缸嚟嘅，有洗頭水同埋沐浴露。每一次我都會試一試花灑嘅水力夠唔夠，同埋熱水快唔快有，因為都好影響成個體驗。呢間都 OK。面巾同埋浴巾就放咗喺架上面。行返出去就有個衣櫃，裏面有衣架、夾萬同埋拖鞋。閂返個櫃門，再出去睇睇瞓覺嘅地方。行過少少，右手邊台面就有2樽免費嘅樽裝水、茶包同埋咖啡，仲有個電熱水煲。呢間酒店係冇雪櫃嘅。而瞓覺嘅地方夠晒闊落，床鋪同埋枕頭都乾淨，燈光足夠。近窗邊位置仲有2張梳化同埋茶几，啱晒買宵夜上嚟慢慢嘆啊！
大家除咗落去行街買嘢食之外，仲可以游過水先嘅。酒店另一個賣點就係有泳池，位於酒店嘅7樓，泳池都幾大。泳池開放時間由朝頭早嘅8點至到11點半，第二節就係晏晝4點半至到夜晚10點。要揾嘢食嘅話，呢間酒店真係幾方便啊！因為一出酒店轉右行2至3分鐘已經有個夜市叫做六方夜市。左手邊就有檔生果檔，有好多選擇，有當造嘅荔枝、火龍果、榴蓮都有啊！買翻啲做飯後果都唔錯，都幾抵食。行前少少就有唔少賣嘢食嘅攤檔，有賣重慶嘅炸串，前面呢檔就有炒粉麵，仲有燒生蠔。另外仲有麻辣燙、手工涼皮同埋即整嘅手抓餅，亦都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小龍蝦。目測呢度都有10幾檔，有唔少選擇。繼續行下睇睇，呢一檔就有賣牛雜、炸串物，前面仲有炸魚，同埋離遠都聞到味道好搶嘅螺螄粉。呢度仲有間比較大嘅超市，可以買下零食啊、餅乾、樽裝嘢飲等等。而對面就有咖啡同埋茶飲店。想坐低食或者肚餓想食多少少嘢都有選擇，不過就要過對面馬路。呢度都有幾間餐廳，有飯有麵食嘅。除咗食之外，酒店兩邊都有2、3間足浴店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按下腳。最後我就買咗荔枝、1隻燒雞同埋茶飲返酒店。荔枝就賣咗15蚊左右，食落都幾清甜。或者講講聽日早餐，聽日早餐就係酒店嘅自助餐，早餐時間由朝頭早7點半至到10點鐘。等我行一圈睇下今日早餐有咩食。而家就8點半左右啦，食早餐嘅人流就唔算好多啦。首先見到呢就有包、燒賣、肉丸，團友喺左手邊夾緊嘅就係餃子。煙肉腸仔、粟米、烚蛋、炒麵，仲有2款糕點，蘿蔔、同埋炒時菜，仲有2款蔬果，分別係番石榴同埋番茄仔。當然唔少得粥啦，呢煲就係皮蛋瘦肉粥，隔離個煲就係白粥。另外西式嘅話都可以整下多士。飲品方面就有支裝嘅茶可樂、烏龍茶，另外都有部咖啡機。比較特別少少就係有個自助區可以自己煎蛋同埋整粉麵。今次嘅早餐味道都唔錯，食完早餐都仲有時間上網唞唞，10點鐘就落返大堂集合離開酒店啦。夠鐘離開酒店啦，搭40分鐘左右車就會到今日第一個景點龜峰山。我第一次參加短線旅行團，其中一個行程就係上龜峰山嘅玉台寺。不過今次只會喺山腳玉湖桃花島行下。落咗車之後，右手邊就係一個紀念周恩來總理視察新會嘅照片館，展館係免費開放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入去參觀。今日真係幾熱啊，同埋有啲團友已經嚟過，所以佢哋就選擇喺廣場附近嘅一間咖啡店坐低飲杯嘢，飲品都幾多選擇，價錢就介乎10幾至20幾。雖然玉湖係人工湖，但係周圍環境翠綠，風景都好靚。而桃花島就係玉湖其中一個島，因為島上面種滿桃花，所以就叫做桃花島啦。但係如果要影靚相，就要揀2月、3月桃花盛開嘅時間嚟到。時間所限，今次我只會喺玉湖周邊行一行。接住落嚟一齊欣賞下好天氣下嘅玉湖。
離開龜峰山嘅玉湖就去食晏晝。今日嘅午餐就係江門古法創意陳皮宴。餐廳附近仲有一個新會陳皮文化博物館，等我食完都去行行。另外呢度都有大大小小嘅鋪頭售賣陳皮嘅相關製品。入到室內上2樓就係餐廳啦，周邊用上木系嘅裝修，感覺都唔錯。坐低就睇下有咩食啦。首先就有個湯，呢個湯呢味道都比較淡。有炒豬頸肉、茄子、炒豆角、上湯勝瓜、陳皮炸豆腐、炆鴨、陳皮蒸魚、陳皮絲蒸雞，最後仲有一碟唐生菜。食飽就落樓下行下睇下啦。大部分嘅鋪頭都係賣陳皮同埋相關產品，每間鋪門內都放滿一大樽唔同年份同埋種類嘅陳皮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樽裝嘅涼果、陳皮糖、金茶賣嘅。另外仲有個工作坊，教人哋整小金燈、古法陳皮香囊、陳皮金泡茶等等，都幾特別。而牆上就有展示陳皮製作工藝。睇完之後呢，應該對陳皮製作有初步嘅認識。由於出邊落緊大雨啊，所以只能韞住喺度啦。下一站就係去新寶堂陳皮館食埋碗陳皮綠豆沙之後，就會送返關口，旅程就圓滿結束。今集短線旅行團系列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一直支持，歡迎未訂閱嘅朋友撳訂閱掣訂閱我嘅頻道，下集再見。